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迷思英国。提到的 City of London，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觉得这是指伦敦这个城市的意思。如果你也这样想，那你就上了这个名字的当了。我们通常所说的伦敦呢，是指的 The Greater London， 而伦敦最中心的那一小圈的地方呢，就是 The City of London， 中文的官方名称叫做伦敦金融城。不仅如此呢，伦敦还有2个市长，一个呢就是 The Mayor of London， 现任市长呢就是2016年上任的 Sadiq Khan， 他也是伦敦第一个穆斯林背景出身的市长，而他的前任呢就是现在的首相 Boris Johnson。另外一个呢就是 The Right Honourable Lord Mayor of London， 就是金融城市长。搞这么复杂，那这2个伦敦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所以今天这期我们就来聊一聊 The City of London， 伦敦金融城这个独特的城中城国中国。先来看一下地理上，伦敦金融城呢位于泰晤士河绝佳的一个中心位置上，要找它不难，因为它汇聚了诸多大名鼎鼎的建筑物。这些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呢，可能会让你觉得它相对年轻，但它其实是大不列颠岛上最古老的连续政府。伦敦大概是在公元47年由商人在泰晤士河畔建立的，而它当时的位置呢，就是 The City of London 伦敦金融城的位置。当时呢，它是作为贸易港口来作为使用的。从公元1世纪罗马人在此殖民，一直到中世纪，借着泰晤士河的先天优势，这个地区呢以商业贸易而快速发展起来。伦敦当地人呢习惯于 The City 来称呼伦敦金融城，或者是称它为平方英里。之所以这样称呼呢，是因为它的面积大概是1平方英里，也就是差不多2.6平方公里。而这2个名字呢，都经常被用来指代英国甚至是整个欧洲金融业的代称。因为在大英帝国时代，全世界的金融服务业呢，就是由聚集在这狭小面积内的大小公司行号所控制。它也称得上是全球最多金的1平方英里。如同梵蒂冈城对于天主教的意义，这里呢也被誉为是金融行业的梵蒂冈城，对于现代金融业来说，它是一个重要的孕育之地。伦敦在16世纪就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国际金融和贸易重镇，这里充满机遇跟冒险，这里呢也充满了悲剧跟喜剧，所以是一个让人爱之恨之的地方。英国的著名作家狄更斯呢厌恶他，所以在作品当中呢攻击他，而且控诉资本家的贪婪。但是呢，法国的文学家伏尔泰却夸赞他。在参观了伦敦交易所之后呢，他感慨这个犹太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竟然能够在此忘记宗教的偏见，齐聚一堂。在这个金钱的世界里面，似乎唯一的异端是破产者。曾经的1000多年时间里面，这1平方英里就等同于伦敦。一直到中世纪末期，伦敦金融城和威斯敏斯特实现了军事力量的合并，伦敦不断的扩张，一直到今天，伦敦金融城变成了整个大伦敦32个自治区当中极小的一部分。但是呢，今天当你踏足到这里，你就会发现这小小的地盘被13条巨龙包围着，你还是能够感觉到它的霸气。今日的伦敦金融城呢，对于全球的金融业至关重要。这里坐落着英格兰银行，也就相当于是英国的央行，还有就是伦敦证券交易所、联合利华、宝城保险、渣打银行等等。那我们又要问了，既然你也只有区区的1平方英里，那你就好好的做大伦敦的 CBD 就好了。为什么既要有自己的政府，又要有自己的市长呢？不麻烦吗？那就要从它独特的历史说到它独特的政治地位了。伦敦金融城的市长以及他所代表的政府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选举的民主领导之一。有史记载的第一个市长呢，是在1189年上任的。市长呢是由城里的居民选举出来的，每1年选举一次。因为这座城呢是以贸易起家，所以大多数的选民跟当选的市长呢都是来自于平民阶层的生意人，有像绸缎丝绒商啊，还有食品杂货商，没有一个王公贵族。一直到亨利8世上台以后，国王才拥有了对于伦敦市长这个职位的举荐权。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呢也迫使国王低头。千百年来 The City of London 一直在捍卫着自己作为一个城市它自主治理的独立性。比起同一个时期的像长安啊、巴格达还有君士坦丁堡，其实 The City of London 它的规模更小，但里面住着的市民呢，从自己的个人财产到政治权利这些自治权的争取上分毫不让。将近800多年前的亨利3世时候的法令显示啊，伦敦城里面人人配剑，既防备贼寇，也防备市长甚至是国王。君主自然不喜欢这种桀骜不驯的城市，所以在金雀花王朝时期，好战的这个狮心王理查一世就曾经说过，如果找得到买家，我愿意把伦敦城出售掉，卖掉还能资助他进行他的十字军东征。The City of London 扛住了这个君主的压力，并且在理查一世他的弟弟约翰国王上任之后，在1215年约翰国王签署大宪章这个历史事件当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时的市长和男爵们被任命来确保这个宪章条款的执行。大宪章的签署呢，意味着从法理上君主的权力从此正式受到限制。
尽管它的本意是为了结束内战，但是大宪章的签署呢，在界定个人自由和法治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The City of London 也成为这个文件当中唯一明确提到的城市，在条款当中写道，伦敦城拥有它由来已久的一切的权利，无论是在陆地还是水面。由此得到保护的呢，还有这个城里面的公民选举制度。所以今天的大伦敦和它这里面的小小的伦敦金融城，至今还保留着2套独立的管理体系。伦敦金融城的市长依然保持着1年1选，由商户跟城里的居民来选出。有意思的是呢，这个辛苦得来的市长啊，虽然没有什么佣金，而且他的任期只有1年，但是选上以后的排场可比当上英国首相还有热闹。选举成功之后呢，会有 Lord Mayor Show， 当选的这个市长呢，会从金融城出发，坐上这个古董级的马车，到达皇家法院，然后发表他的就职演讲。晚上呢，还会有烟火表演，这会是伦敦金融城里面1年1度最热闹的活动。与之对比的是呢，英国首相 Boris Johnson 在去年脱欧的谈判取得一个关键性进展的时候，他想募资让大本钟敲一下钟庆祝一下，都没有人帮他实现这个小小的心愿。怎么样？现在你大概清楚了 The Greater London 与 The City of London 他们之间的关系了吗？如果你来到伦敦，千万不要忘记了在这小小的1平方公里上去找寻奠定伦敦这个城市商业与文化基因的痕迹。除了 The City of London， 大伦敦呢还有另外一座 The City of Westminster， 这又是另外一片传奇之地，我们以后再聊。好了，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节目呢，一定要点赞、分享、订阅我的频道，支持我做更好的节目。更多有趣有料的英国文化生活话题，Miss英国，我们下期见，拜拜。